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，你看跟大萝卜似的，哎，这个格格不入的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你给退回去。退谁呀？我退哪儿去啊？哪买的就退哪儿去呗。急眼了。哪来这么多钱呢？挣的。你从哪挣的呀？你倒腾个摩托车，你整这么多钱啊？这半兜子。倒腾股票，股票你懂啊？小军，小军，你先别睡，先别睡。这钱哪儿来的呀？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？啊？干啥事儿啊？我有老婆，有家的。你们别给我装睡，赶紧给我起来，给我说清楚，哪来这么多钱呢？这怎么回事呀？你知道他这人吧，平时性格挺好的，总是笑嘻嘻，他也不跟谁红脸，跟我脾气都贼好。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，哎呀，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，就那样瞪着我，我就想他干啥呀？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？我就有点害怕了，我后面我就没再问他了，他也就啥也没说。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？你就说没有？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，不知道，反正都那种个别心的那种绿票子，就一沓一沓的，就是那样的。有多厚？这么厚？多少？比我准点。这样吧。这一沓有多厚？这么厚？有十几沓啊？不知道。那得10多万呢，是吧？嗯。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？我真不懂股票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。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？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，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，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，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。我就一直问他嘛，问他也不说，他就跟我急眼，就是这样。那些钱呢？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？贴了点家具，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。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，没咋戴。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，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？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，我是记不住了。开春那就3月份、2、3月份吧，就是这样。嗯。那还有什么细节？想一想。钱倒是挺新的。嗯。还有吗？那个陈小秋，他也去了。那花的钱，路上花的钱啥的，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。那这样啊，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，那天晚上，宋小军在家吗？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。哦，你几点回去的？我5点多钟吧，回去给孩子喂奶。嗯。后来呢？他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。哦，那有什么异常吗？他倒是没啥，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。哦呦呦，不渴了，不渴了，渴啥呀？哎呀，吃饭了没？给你热点饭呀。不饿。哎呀，你干啥呀？来了，胃疼。你这穿着衣服就睡，你赶紧洗脸去。先让我躺会儿。你
咋了？啊？胃疼。胃疼啊？嗯。哎呀，是不是喝疯了？我给你整点热水啊。别说话了，让我睡会儿。爸爸睡觉了。玲儿啊，玲儿，哎，咋了啦？那宋小军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呀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西山矿啊，出大事了。出啥事儿？有一伙人拿着枪啊，去抢工资了，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。哎呀妈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那赶紧把门锁好了。那我先把门锁上啊。啊，这几天没事啊，可别出去了啊。不出去，你赶紧睡吧，阿妈。嗯，好。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，他那个胃疼，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。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，起来之后吃了点饭，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。那他去啥地方了？你知道不？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，他啥也不跟我说。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，我才知道。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。哎，你说这帮爱签刀的，这大过年的呀，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。体态失踪，这要抓着他们呀，这都得给他们枪毙，真是太缺德了。为树脂胶假牙，左眼下斜，俗称咯楞眼。一名在逃小秋不是咯楞眼吗？身高1.8米左右。小秋儿，小秋儿，身穿黑色，他打工回来没有？头戴有颈盔的栽绒。小秋儿啊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。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，不是说没回来呢吗？还不回来啊？没回来。左右，20出头，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，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。提供重大线索，破获此案的，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万元奖励。与此同时，媳妇儿，我们也尽报。你说你要是知道放下包袱，这是谁干的，你去举报吗？举报啊！我必须得去举报。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，祸死那么多人。别说给5万块钱了，我跟你说，就不给5万块钱，咱也得去举报去。哎，他们手里还有枪呢，那多危险呀！哎，赶紧抓住他们吧，不然都得提心吊胆的。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，哪来的枪呢？杀那么多人，也不怕遭报应。媳妇儿，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！我瞎说啥呀？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，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。哎，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？我怎么刚才一说那咯楞眼，我心里还咯噔一下。不让你提咯楞眼，不让你提陈小秋，别给人家找事儿。225110。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？哦，所以那天在市场，你见着我和叶茂生，就支支吾吾的，就遮遮掩掩的，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？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！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。甘玲啊，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，要想吃的话，我们可以自己买啊。不是，你看你老客气。我问你，那个电视你看了吗？看了，他们刚才在那唠，我听见来着。哎，白脸啊，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咯楞眼吗？其他俩人长啥样啊？电视你不看了吗？看了。看了你还问？不是那个奖励5万块钱吗？有人卖1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。男扮女装那个呀，身高1.7米，应该跟你差不多。啊。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，身高1.8米，跟我差不多。啊。甘玲啊，你这人来人往的，人多，你帮我们留心点啊。行。走。啊，你不稍两只。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，宋小军还有啥异常，不对劲儿的地方？孙哲来过我家，初8的时候，孙哲来了。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，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贼老大，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。
然后下午2点多吧，孙哲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小军就在屋里哭了。那除了孙哲呢，还有谁找过他？真是没有了。我知道就这些，没有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、遗漏的？没有遗漏的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谢天啊，太君、韩军，白灵料了。秦川这小子行啊，有2把刷子。哦，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，钱应该是新取的，大概在15万以上。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。是，去吧。这小军咋回事啊？啊？日子过好好的，他为啥杀人呢？是他杀的人吗？你搞清楚了吗？我都想不明白，也没想让过啥日子，我也不闲。那时候打金切人啥的，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，他为啥要杀人呢？哎呦，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，咋回事啊？这个人，哎呦天！川哥，你知道，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，真的。我那个出厂子卖那白条鸡，1只鸡我能赚1.2块呢。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，我1天20多块钱。你说这1年都够花的，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？哎呀，你说我这前2天还想啊，就说能不能呢？攒点钱，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，他有个门脸儿，那空出来了，我就说看多少钱，我给他盘下来，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，他总是有限的嘛。然后再过几年是吧，攒够了，我弄个门脸儿，然后1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，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，给他热个饭啥的，他也能吃口热乎的。孩子呢有点小，我就说呢每天呢得给孩子喂喂奶。我将来卖个烧鸡，我这1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，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再过个几年，咱就再那啥，把钱攒够了，咱就开个饭店。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。咋样？聊了吗？聊了。真是。咋了？没咋，透透气。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冬装了吗？看见了，年年冬天都有。上学时没有。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，比我小几届。从小就懂事，能干，勤快。我妈说，整个市场，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。是啊，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绿？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是啊，还好，川哥，至少咱俩没有错。
这案子没问题了。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，我们可以认为啊，第一，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；第二呢，宋小军在屋里哭，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；第三，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，但孙哲呢，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，这就有问题。第四，93年初，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，很可疑，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。另外啊，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，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，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。这个1月28号上午啊，他就出去了，晚上8点多才回来。回来以后啊，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。这个初二一大早啊，这娘俩就去外地了。那这么说，这个1号枪手，对，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、男扮女装的陈晓东，现在是畏罪潜逃了。我已经通知省厅，啊，协助抓捕了。进。谢霆啊，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，发现这么个情况：92年的这个12月4号，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，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，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，连号的，一共是18万。说具体情况。具体情况就是，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，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，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，一共就是18万元。领了以后，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，就往回走。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，距离不是特别远，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。这3个人呢，手里边有枪。快点，快点，到那边去，快点！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，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，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，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。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。时间相近，金额吻合，这个人数特征、作案手法、作案工具相似，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。哎呀，搂草打兔子，还有新发现啊！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。这宋小军主犯，内向城府深，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，啊！还得审，找一个硬人审。谢天，我去审去。那个这样秦川啊，白灵你刚刚审起来，还你去，去吧。是。现在，审孙哲，这个孙哲年轻，见的世面少，去审他。你跑着睡觉来了？孙哲，审了你7轮，你心理素质不错呀。我问你，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？没见过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？不是说了吗？没见过。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？要拿出证据来，我愿意负法律责任。好。出发那天，孙哲来了，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，都神色焦虑。他们2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我没听清。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。哎，干啥呢？来这睡觉来了？再问你一遍，
春节那些天，见过什么人没有？18个点了，换谁不困啊？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？是吧，秦哥？哎，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？20多个点了吧？都困。你们困，我们也困。困就睡。正好我也眯一会儿。要是6个小时以后啊，能不能回家，取决于你媳妇白玲。你们眯会儿，眯会儿。是我跟宋小军，还有陈小秋、陈小东，我们4个一起干。开头，重新说。我、宋小军、陈小秋、陈小东，这4个干。宋小军领头的。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。行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。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，尸体扔下水井里了。哪个下水井是技校后面里下水井。枪呢？枪从我妈家房后暖气沟里了。报告领导，根据嫌疑人描述，枪应该就藏在这底下。有发现！双筒立管截短猎枪1支，5连发猎枪2支，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1支，钢珠手枪1支，内有子弹；5.4式手枪3支，弹夹内子弹18发，日本38式刺刀1把，警徽1枚，枪簧6根，机针2个，枪零件6件，5.4式手枪弹17发。睡会儿没？啊？6个小时过了，一点也没睡啊？睡不着的话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
不睡觉也不吃饭啊？饿不饿？好，我饿了，把那菜都拿了。你打开。看那饭盒熟不？啊？啊？这饭盒是你家的，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。白灵在那屋呢。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，是他告诉我的。想喝点儿，我想喝点儿。白的啤的，啤的就行。那喝点啤的，说不说啊？说。行，拿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捐给我兄弟陈小秋。我跟你脸不要脸了，是吧？我给你弄吃弄喝的，你以为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？啊？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，你却祭奠杀人犯，你以为谁啊？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。你凭什么呀？啊，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？没辙是吧？看这个没有？你瞎不瞎？哪个是你说的？哪个我们没查清楚？你可以不说，我等你。你跟我耗吗？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？啊？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？再问你一次，说不说？最后一次啊，说不说？白王，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，是同事。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，就说起我们命不好，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，工资就那么一点儿，买卖也不好干，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，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。我就觉得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自古以来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那谁也靠不住，就靠自己。自己啥也没有，只有一双手，那就抢呗，抢来钱再做大买卖。反正我俩都觉得，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，要干就干大的。你给我说一下啊，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？陈小秋练过。不墨迹，人狠，敢打，敢拼，敢闯，
属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，但我也有不妥底的地方，因为他进去过，屁股不干净，所以我警告他，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。不是他那么横一人，能听你的吗？凭什么听你的？有容乃大吧，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吧。再说了，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。他说他服我，说我是干大事的人。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？你这话说的，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？可这年头，没本钱没关系，想做买卖，做屁吧。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？我没有钱买枪啊。再说了，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，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，抢着枪以后再抢处于所，有了钱再买好枪。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，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，到街上寻摸着警察，就偷偷跟着。但是2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，因为选了2个月，最后选上高建设了。为什么呀？赶巧啊。再说了，他岁数大，好抢。说不好听话，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他命啊？抢枪就抢枪嘛，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？你为什么要他命呢？他认识我呀，我不杀他，我不要他命，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，他就得要我命。社会不就这样吗？有我没他。社会怎么的你了？高所怎么的你了？你要说穷，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？你媳妇儿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？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！继续说，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？抢了枪，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于所。为什么要选金鹿处于所？冬夏黑，金鹿处于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，防范不严。但是那票没干成，陈小秋那格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。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逃过排查的？我们抢金鹿的时候，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，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，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。我寻思那么多格楞眼儿，你哪能认得出来呀？就只能靠衣服认，最后还真没认出来。后来抢完金鹿，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。第一，就是陈小秋这个格楞眼太显眼了，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，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。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。因为外面有人在传，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，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。第三呢？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，人手和枪都不够，得加。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。还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，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。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？人哪有够啊！别人不了解他，我还不了解他，我俩一块长大的。他面上安分，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，只是没有门路。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，二他又没有前科，人还狠。傻路子，
带他兄弟，那指定是好路子呀。小偷小摸可不干了，没意思。要干就干大，多大算大呀？越大越好呗。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？啊，我合计过，抢，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，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。抢储蓄所、银行吧，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，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。后来琢磨来琢磨去，还是觉得矿上公司款最好抢。这个钱又多，看得也不严。有一次，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，那几个职工拿着公司款，那包拉锁都没拉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想好了，这钱没跑，肯定是我的。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？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，后来觉得不行，太冒险了，就偷了2把猎枪。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，特显眼。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，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。等会儿。子弹不行，没有劲儿，得把击杀换成枪杀。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，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，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。路南矿那票抢得挺痛快的，抢了18万，路上弄丢了点儿，最后剩17万3、4千吧，但是都是新票，挨着号的不能花。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，我带着白灵、陈小秋，我们去了趟汇海，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，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，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。你懂得不少啊，平常爱看点书。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？主要是买枪。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，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，买了一支，买了一支小口径，花3000块钱，买了一桶火药，一支钢珠枪，15号的一次弹，1000发。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，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，150发。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不需要手续，有钱就行。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很快就过太严重。我寻思不能做时长工啊，我就留了一部分钱，等下一个买卖的经费。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？我们这枪啊、人啊，都足够了，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。像路南矿那种小矿，我们就看不上了。我们要抢就得抢上百万，像西山矿那种大矿。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，最后就定的西山矿。你筹备了很久吧？小半年吧。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
查案的这个规律了。你们不就摸排查吗？发案了之后，就挨家挨户筛，所以，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，陈小秋有过案底，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。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。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，胶合板厂那片楼多，流动人口也多，地形比较复杂，藏2个人容易。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，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。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，不能去韩国，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。无数出去做买卖，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。你看，你看给我挠的，看见没有？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，不能去韩国，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。无数出去做买卖，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。你看，你看给我挠的，看见没有？咱没揍他呀。我不跟他一般见识，他知道搞高低贵贱，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儿的。你没说就对了，有个字不能漏，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。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，你们俩都踏踏实实住，就记住一点，白天就在屋里猫着，晚上不严实点再出去，别让人发现了。明白。这钱你拿着，这段时间啊，把车卸了。上次路南矿2个人追的，我拉裤兜子了。这次高低整台车。这段时间啊，就3件事：学车、练枪、锻炼身体。经济加保干，值班的加起来得有10来个人，就咱仨，我估计有点够呛。人多了真不行，分大难掉头，顶多再加1个。我这里有个人。以前放过枪没有？胆儿挺大呀。陈晓东一来，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。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、练枪、练车，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。孙小军，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。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，干点什么不行啊？怎么非得干这个呢？嗯？这话说的，干什么有这2千块呀？是吧？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？啊，是。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，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。大哥，咱到底去哪儿啊？前面是靶场，再往前进山了。啊，不进山，走吧。后来发现司机跑，怕他报警，就没敢干。我这人是这样，没有100%把握的事儿我不干。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。那天是28号，我们算计好了，7点钟开始开枪。走。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，
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，我和小邱负责解决，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。孙哲和小东呢，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。事成之后，小东来接应拿钱，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。为您报时。听孙哲跟我说过，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，就碰着一对爷俩，也怪这爷俩点儿背，那就干了呗。解决完这2个人之后，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，又连着干掉了2个。我和小邱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，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，谁知道那天出牌啊！库房里竟然有人。什么声音？哎呀，外面放鞭炮啊！不用管他，我得去看看。好像出事了，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。好。这里有人踹门，快过来！你起来！省点子弹，别打连发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当过兵，我手里有冲锋枪，谁进来我就打死谁。老张！快点装！出来，快！
陈小秋谁补的枪？陈晓东。陈晓东，他亲弟弟。啊。别让他遭罪了，打脸。那个眼睛，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，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。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？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，跑回那个租的房子。换了衣服，我们就回家了。后来觉得不行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。这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。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，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，放那里面了。你们不都找着了吗？陈晓东现在在哪儿？那我不知道。他应该是初2离开的合昌，说他哥死了，难受心烦，说想出去散散心。我说那就去呗，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。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？没有。孙小军，要撂就撂干净啊！来过2次电报，一次是从培兴，一次是从旭城。孙小军啊，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图什么呀？值吗？值啊！关键是我爱钱呀，我喜欢钱呀，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！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，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，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。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，多有自尊，多有面儿啊，是吧？我有面儿啊。那现在呢？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？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？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被抓呀？没想过。那因为你缺心眼儿，你觉得你很聪明。那你现在想想，现在就想，你现在这样，你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？你现在这样，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？你现在就想，你想想，他们怎么活？没那么不好，老天爷不照顾我。你瞎扯！老天爷不照顾你，我告诉你啊，做了恶不受到惩罚，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。就在这边。别动！
先跟我妈去的旭川，后来又去的培兴。想说打点零工，那玩意儿来钱太慢，拉倒吧。我又回合场了，没地儿待啊，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。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。2月17号，就是说破案那天，你还在合唱。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，当天晚上我就跑同省去了，上我表姐家了。第2天警察就来了。陈小秋谁打死的？尸体怎么焚烧的？谁进行爆破的？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。完了，我上去补的枪，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。我小军哥爆的破。你补的枪？陈小秋不是你哥吗？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，谁中了枪走不了了，都得补枪。为他好啊，不要留活口。所有牺牲的军警和保干都是英雄，老百姓没忘了他们。我们为啥破案？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，不能凉了。只有把案子破了，才是对逝者最大的珍重，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对，把案子破了，让老百姓过好日子。天上的鸟啊，有来来往往的飞行路，地上的人啊，走弯弯曲曲的人生路，让你为我铺一条长长的平安路，去找到满天星辰的答案，去点亮天边的晨雾。赵大哥，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，这中队、大队、支队、总队，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？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？就是全省公安、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归我们总队管。吴英德知道吧？就在我们总队，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。知道啊，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。哎，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，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？什么监督啊？不是这意思，是来学习的。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，破得好，专门让我过来一趟，把相关材料带回去。谢谢徐厅长，放心，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。好，再见。同志们，这个
咱省厅徐厅长啊，打来贺电，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，统领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。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，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。同志们，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，谢谢，谢谢。来了来了，谢厅长，赵飞同志都在呢。哎，秘书，哎，赵飞同志，你好，好久没见。徐厅长问你好，坐坐坐，辛苦了啊。走，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。徐厅长的意思呢，是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。这回呢，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。对，一定要好好总结。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，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。啊，这个事儿呢，就交给那个谁，秦川，你来做这件事儿啊。要认真总结，总结写好之后呢，下发给大家，大家都要认真学习，认真总结。是，赵飞同志，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。另外，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。哦，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。谢霆、韩局，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啊。那个这小伙子不错，哎，结婚没？秦川，问你呢，结婚没有？我孩子都7岁了。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，后来上的大学，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。哎呀，咱们刑警队伍啊，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、有干劲、有见识的小伙子。老大，你得给他记一功。那肯定的呀，你这谢听都发话了。太狠了，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，可怕。那个陈小秋是陈晓东的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后来补枪的就是陈晓东，亲哥哥，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。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。这案子吧，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。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，会苦，得付出。现在才明白，这些远远不够。你就说这帮歹徒吧，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。你们这是在合唱，这才碰上一起。我20多岁干警察，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？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，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、恶性犯罪，太多了，太黑暗了。哎，你们总队累不累啊？那活儿每天忙什么呀？我们总队啊，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，哪儿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儿。哦，你也管破案？那当然了。哦，我不像吗？你再说一个这话，我看像不像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像吗？这就有点像，有点像啊，有点意思了，换是吧？犯换是吧？哎，赵大哥，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，会不会双手打架？我会双手开车，我还会单手扶把呢。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？那种。飞哥，我跟你说件事啊，不开玩笑，就这个案子啊，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，火都没灭。当时川哥拎着枪，领着我们俩就进去，一到里边一看，哎呦我的天，全都是烟呐，什么也看不清。那歹徒在不在里边，跑没跑，完全不知道。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全是血水，脚边全是尸体。左脚一碰啊，碰一脑袋；右脚一碰，碰一胳膊。然后川哥一个无一无看。不是了，你别吹了。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在屋里吐的。
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。以后有机会，有时间去北京找我。听明白了吧？就是川儿哥去北京找他，咱俩就别吭声，哎，就别联系啊！小京东，你这张嘴啊，你这挑事儿吗？废话吗？不是，我能忘了你们俩吗？以后和你们仨一块去北京，我带你们下馆子，吃自助。啊，吃什么？吃什么醋？吃自助？不是，你没听明白，自助什么自助餐？什么玩意？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，想吃啥吃啥，自己拿。哎，赵大哥，我跟你说，天太冷，把你这舌头给冻了。那是吃自助，什么自助？来，哎，别闹了。咱仨4个，找你照片。哎呀，有个你。好，我这个就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不对，来，怎么个意思？哎，给我们哥4个拍张照片。哎，不会。哎呀，行，这胶卷挺贵的，弄坏了，这不好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傻瓜相机特简单，对，你就把我们哥4个往这个，哎，对，带上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。对，行，然后一人这儿。按这个啊，开坏了不管啊。没事。来，行吧？来，行。1、2、3，吃自助。大局，这西山矿卷宗我做好了，您看看，要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封存了。忙了2个多月，西山矿这个大案呐，总算是落定了。是，也总算是给死者，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。跟你说个事儿，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，你在西山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，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，好好继续努力啊！谢谢太局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还有一个事儿，我跟政委商量了，准备把胡兵调走，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，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。把他调走啊？怎么了？你有啥意见呢？我没意见。哎呀，我之前在派出所啊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。这次跟大伙破这128案，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，爽，牛！双子，我之前问过你，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，叫我们警队来。对呀。为啥呢？太累了，太苦。我看你也不怕累啊。不行。咋不行呢？啥意思啊？整事儿，我在装呢，整事儿呢是吧？你以为我瞎呀？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，你们我没看见呀？那翻我包你？哎，别！我给你保密，还不行？多着下功夫，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！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我脑子笨，要没考上丢人。有什么丢人的？我哪儿笨了？就是。我说实话，川哥，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，对我触动挺大的。你看，川哥，读了书，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，我还在原地踏步呢，心里能踏实。我得向你看齐呀。但是当这刑警啊，就得当真正的刑警，所以我也得读书，我也得考学，考大学呀。你考大学，李文同意吗？你说拖家带口的。同意啊，他挺支持我。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，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。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？肯定成啊！对，生的又不笨不傻的，还不缺心眼儿。生子，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。哎呀，川哥，我说起刑警队，我想起一事儿来。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，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？乡你啥意思啊？我这刚到刑警队来，你
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，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，后来我强要回来的，你这啥意思啊？这么说，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？就是，凡事看结果。其实说实话，公不公的无所谓，啊，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子班当什么队长，我就是觉得，咱们刑警队，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，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。对。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，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。对，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。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。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破激流。历经苦难日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。记得关怀热血铸就，为难之处牵牵手，牵着手，为了父亲节微笑，为了大地的丰收，峥嵘岁月何惧风流。来，别在那儿照，那先进集体，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，在这儿照这儿照的清楚。这回行了，哎呀，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，啊！你说从市局到省厅，这都挂上号了，啊，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？那啥，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，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？关系挺好啊。我没想在这个案子里捞什么。总之，这案子破了，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，这就够了。哎呀，快拉倒吧，这都正常，是吧？谁也不明白呀，是吧？你说这个当警察的，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？那这很正常。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，你当上队长，这都正常没错啊。胡平，你啥意思呀？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？我就想当那个队长，怎么了？我认这个事儿，我就想当队长。我想当队长，第一，我没巴结谁；第二，我没搞小动作；第三，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，我是想破案子，想干事儿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其实你这么想吧，没啥用。啊，是，你立功我挨骂，但是我也没被降职，我现在还是队长，你还是副队长，这改变不了。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，你得熬，瞧呢。戴局，哎，就你在呢？嗯。坐。奖章拿着了？挺好，祝贺啊！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，这个也是你肩上担的。秦川，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。这个是一个起点，新的，更加努力，好好干。说个事儿，刚接到市局的通知，
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，兼刑警队长。咱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，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。戴局，你调走了啊？那胡兵呢？他走不走？哎呀，这我要调走了，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。看政委吧，看他咋定吧。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？怎么了这是？刚才你进来之前，那胡兵他来了，说了一大堆话，我都没法学，我在这儿干不下去。要不他就走，要不我走，行吗？怎么的了这是？我不是想当官，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，我就是想干事儿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。你听我说行不行？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，那谁不想当官啊？是不是？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啊！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。上下级关系，这个同事的关系，这都得搞好。我跟你掏心窝子说，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，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，是不是？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？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，你明知道他不行，你还跟他一样。啊，你还跟他这么较真，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？你这道理你不懂吗？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？再说呀，我回派出所，我回大山子派出所。我上大学之前，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，我回那儿行吗？秦川啊，你太有出息了你啊！啊，你刚拿的奖章，你刚获得点成绩，你回派出所是不是？越整越回旋是不是？好，你回去，你打申请，你打申请我就批，你只要别后悔就行。我不后悔。秦川，你跟我甩脸子是吧？那你打算咋处理啊？这小子啊，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。你这让他回派出所，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。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，你说也不可能，俩人见面就掐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汉爵啊，你看能不能这样啊？他不想当队长吗？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刑警队当队长，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，刑警队才20个人。这样的话，一旦有啥突发状况，他也能冲上去，他能自己做主办子，也能释放他的能量，促进他积极性。另外，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。你看呢？那你要是没啥意见，咱就这样定。进。汉局，你找我？是的。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。升正科，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。预审科？我不会干呢。不会干不会学呀。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，你不知道啊？这是组织决定。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，好好干。另外告诉你，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，你俩都离开西山分局刑警队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
我副总组织安排。等等，上级给的这个工，你是真不要啊？不要行啊，我交上去，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，奖励变处分。